大家好，我是 Somi，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百叶战的一些心得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支影片到底算不算攻略，毕竟我本身没有到超级热爱 PVP。但自从百叶战开放之后，我几乎每一周都有进场参加这个活动。那我本身是无名剑玩家，所以接下来的心得分享都会以无名剑的视角来做出发。说到 PVP， 除了本身的心法、骑术、装备、强度等等，最重要的一定是连线品质。这里我蛮推荐 Gear Up 加速器。像我长期参加百叶战，在这种50技人同频技能乱飞的环境下，延迟通常都会被拉高，可能连招式都还没放出来就莫名其妙蒸发了。大家可以看到画面，在使用加速器后，它能优化连线路径，让数据不绕远路。因为烟云的伺服器都不在台湾，我们需要连线到国外，一般网路很容易被绕远路。这边我原本延迟是79 ns 使用的加速器，避免绕路，直接降到了45 ns， 这样的降幅使用起来是非常有感的。而且 Gear Up 的操作也很简单，目前已经全面支援繁体中文的界面，只要在搜寻栏打上烟云16声，找到繁体中文的版本，点击加速并确认加速设置有打开 Steam 选项，最后回到 Steam 打开烟云就设定完成了。现在到3月中旬之前使用加速器加速满30分钟，还会赠送烟云的虚宝代码。而且目前还有针对烟云16声的玩家限时免费使用，时间预计会持续到3月中旬左右，大家可以趁现在赶快去体验一波。我这边也会提供专属优惠码，点击兑换优惠券，输入 SONI 就能领到全游戏都可以使用的1天免费试用。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开几个游戏测试看看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未来有需要再考虑付费使用。下载连结跟优惠码我都整理在资讯栏了。另外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创作者，想成为 Gear Up 官方合作伙伴，申请连结我也会一并放在下方，有需要的大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百叶战里的百叶姬跟它的机制。在武艺传授这个分类里面，它前3排的技能有一个蛮尴尬的设定，就是当你点了这些技能，除了能帮自己加伤害或拿正义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协力共筑效果，这边有写等级到5级跟10级的时候会解锁。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，你们整个百叶越多人去点这个正义，点到规定的等级，系统就会再给予整个团队一个团体加成。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，它这个东西是需要整个百叶全部100个人都尽量去点，就算你根本没有要打百叶战，如果想帮助自己的百叶，你还是得点。我觉得这个设定没有到很好，虽然我们是休闲百叶，大家都志在参加，所以我们没差。但如果有的百叶是那种比较在意输赢的，这东西就有点搞心态了。因为每位玩家手上的百叶货币数量都不一样。假设今天有一个新手刚加入你们百叶，他可能想去跑商，想点经商的百叶技能，结果你却得强迫别人点这个百叶战斗技能，但他本身的货币就是不够全部都点。我是觉得他这个设计是真的蛮 bad 的。接下来讲一下治疗机制，百叶战里的治疗减益其实只有30%，你可能单看趴数没什么感觉。我这边拿止戈论剑的数据给大家做参考，止戈论剑的减疗是90%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百叶战里面的补量其实是非常大的。没事真的千万不要去找补师单挑，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你基本上打不死他的。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实战中几点注意事项。最基本的就是百叶战3套件，第一点是泡温泉耐力最大化，第2点吃外公美食伤害最大化，第3个使用符铁，这边看自己是要用减伤的符铁还是要用增伤的符铁，这3个是一定要记得使用的。另外百叶战在准备阶段，大家可以利用君臣药先把金元洗满，因为君臣药只要突破到1重之后，它会多一个回复金元的效果。但我自己的君臣药还没突破到1重，上礼拜的心法心得也已经被我用光了，没机会帮大家亲自实测。但按照这个机制来说，这招应该是可行。大家可以在准备开始之前的几分钟，先把武器换成扇子，利用这个金元回复的效果，把它先洗满。到时候战斗开始就是满金元的状态。游戏开始后，目前普遍的玩法都是单推1路，或者是分2路推。但无论如何，中路一定是首选。主要是因为把发财树搬回家的路径最短且效率最高。除了路线选择，大家要特别记住3个关键的时间点。游戏时间来到25分钟的时候，会在这2个位置随机一个地方出现一只小王。这只小王击败后可以拿到3600豆币，这什么概念？等于你去外面刷18只小野怪的资源量。所以这波基本上是谁先卡位资源就是谁的，除非运气真的差到被敌人剪尾刀。接着是游戏时间来到20分钟的时候，中场会进行1打1的时间点。这边有个大家一定要学会的小技巧，我发现中场表演结束在跑动画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物其实是可以移动的。我自己是会趁这个空档赶快换个好位置，同时顺便把武学技的蒸汽护盾先套上去。
这样动画一结束，我就能更快的开始使用无名剑气。最后是游戏时间到15分钟的时候，一样在中间地点的上下方会随机出一只小王。这只小王击败后，全体成员会获得一个持续5分钟的增伤 buff。这个 buff 增加的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想象成英雄联盟里的巴龙。通常打到这个时间点，表示双方实力都很接近，谁抢到这只巴龙，基本上局势就是一面倒了。基本上该注意的事项就是以上这些。另外这边分享几个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小技巧给各位大侠。第一点是关于无名剑气，建议大家在集气的时候一定要锁定敌人，这样才不会导致剑气打向你不想打的方向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射完剑气请马上取消锁定，这是为了避免让自己不小心冲进去的安全保险。有没有锁定敌人，我自己是觉得差蛮多的。第二点，耐力回复机制，这个算是比较基本的东西。但怕有人不知道，特别强调一下，如果你剑气射完发现没有耐力了，想让它立刻开始回复，你有2个选择：马上放一个武学技，或是丢一个奇术。这些动作会强迫耐力进入回复状态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等它自己跑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回复延迟，这样你会回得比别人慢很多。第3点，这个模式只要脱战就能换武器。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，当你发现打不死对面班数的玩家后，就不要硬拼了，赶快把武器换成扇子的青山纸笔去卡位。这招非常重要，因为对面班数的人通常有一群人保护，如果已经确定杀不掉他了，那你可以恶心他。大家轮流利用弩车飞过去空降到他旁边，开扇子的百叶特殊技。只要你放的位置很好，对面是完全走不动的，一次能卡住对面12秒。但因为我们的冷却时间是120秒。所以会需要大家同心协力，轮流过去送头开扇子的百叶特殊技。第4点，这游戏其实有回城键，只是它不是按 B， 它是按脱离卡死。如果你在前线想回去防守大鹅，不要慢慢跑回去，直接打开选单，点选脱离卡死，它会瞬间把你传送回家。但这招的冷却时间是1500秒，大约1场只能用1次，这是目前最快回家的办法之一。以上就是我这阵子打百叶战的一些微小心得，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什么超级厉害的 PVP 玩家，算是整理一下我自己有发现或有在使用的一些心得跟看法，在这边分享给各位大侠。最后别忘了去资讯栏领取 Gear Up 的免费试用跟虚宝代码，趁3月中之前赶快去体验一波。那这次影片就到这了，如果这次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帮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Somi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